嗨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要玩的相机是这一台 Canon F1， 是旧的 F1， 不是 New F1 哦。这一支影片将进行相机的基本操作的分享。那下方影片说明有时间码，各位朋友可以直接跳转到你想观看的章节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 Canon F1 的电池安装。Canon F1 使用是这一种 MR9 电池，虽然不常见，但是目前还是买得到。我们打开它基底的这个电池孔盖。那各位，我们在转开的时候要小心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它这个打开之后呢，它的底盖就很容易掉下来，所以各位我们在拆卸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。电池孔盖有正负极的安装方向，我们就依照它的说明来进行安装电池。Canon F1 它具有专门的电力检测功能。我们翻到机背这个位置哦，各位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贴了一张贴纸，上面写着 ASA 100，就是所谓的 ISO 100跟2000分之一秒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电力检测的时候，必须将我们的 ISO 值设定到100的位置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快门速度盘呢，把它切换到2000分之一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电力检测。我们将这个转盘转到 C 的部分，所谓的 C 就是 check 的意思。然后我们眼睛看我们的取景器，我们的指针高过基准点呢，表示电力充足；若低于基准点，就表示电力不足。当我们电力检测完毕，我们手松开，它就会自动回归到 off 的位置。这个是 F1N。那如果说最早期的这个 F1 呢，它并不会自动跳回去，所以记得我们检测完之后要把它转到 off 的位置，才不会浪费电力哦。再来，我们进行底片的安装，一样拿出我这一卷专门用来示范的柯达200旧底片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片舱盖，这边有个解锁按键，我们把它压下去之后呢，才可以把我们的回片轴拉起。然后片舱盖呢就打开。好，现在打开我们的片舱盖，然后将我们的底片筒把它放进去，再把我们回片轴给压下去，然后呢，左手拇指压住底片罐，右手小心翼翼的拉出片头，然后将我们的片头插到过片轴的缝里面。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上片的转盘，依照这个箭头的方向，让我们底片上片。我们只要转到这个底片的齿孔有吃到，就可以将我们的片舱盖给盖回去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2次的空白曝光。在我们进行空白曝光之前呢，要确定我们的快门钮的位置是在 A 的部分。那如果是在 L 部分是不行的 ，L 是 lock 的意思，所以记得我们要切换成 A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进行2次空白曝光。在进行空白曝光的同时，我们可以检查我们的回片轴是否跟着我们的过片轴联动。如果有一起联动哦，就表示我们底片安装是正确的，非常好，它有一起联动哦。来过片1次，急发，我们再来过片第2次，然后再急发。OK。Canon F1 的 ISO 值调整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要将这个快门拨盘外围拉起。然后呢，就可以转动我们的 ISO 值。那我这一卷是柯达200，所以我把它设定到200的位置。F1N 呢，它具备这个底片备忘的框架，我们可以塞进底片盒的一个部分，或者是卡一张纸，书写一些拍摄的记录。那如果说各位你手上的是这一台就是最原始的 F1 的话呢，它就没有这个部分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非必要的功能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镜头的安装。这一颗是旧版的 FD 镜头，这个 FD 镜头呢有这个镀铬的银色的圈圈。那我们在安装前一定要确保它红点是在镜头最中间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红点对红点，直直的将镜头卡上去，转动我们镀铬银圈，直到转紧，这样就表示安装完成。如果要拆卸的话，同样的，我们转动这个镀铬银圈，让它红点对红点，然后就可以把我们镜头取下来。这边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一旦红点对红点，镜头是马上松开的，所以我们手一定要抓好。
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快门盘的操作。F1 的快门盘有 B 快门，还有1秒到2000分之1秒。那橘色的60分之1秒是它的最高闪灯同步快门。B 快门呢，大家很熟悉啦，就是当我们将快门档位转到 B 快门的位置之后呢，当压下快门钮的时候，我们的快门帘就会开启。那当我们手离开的时候，快门就会关闭。这个就是 B 快门，跟许多相机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。那比较特别是它的 B 快门可以当做 T 快门来使用。一样，我们按下快门呢，打开快门帘，在手不放掉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将我们的快门钮档位切换到 L 的部分，就是我们锁定我们的快门钮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手就可以离开快门钮，我们的快门帘一样保持开启的状态。这种功能就跟 T 快门是一样的哦。直到我们快门钮从 L 的档位移开来，快门帘才会关闭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FD 镜头的光圈环操作。光圈环就在这边转动，它2个数字中间呢有一个档可以使用。如果要使用镜头上面的自动光圈功能呢，就必须搭配这个 Canon 的 EE Servo Finder 才可以使用这个自动光圈的功能，或者是使用这种具备自动曝光所谓的 AE 功能的机身。我们再回到这个转盘哦，它这个其实就是测光表的开关，平常不用就锁定在 Off。那如果说我们要显示测光表的时候，就把它调到 On 的位置，我们的测光表就会作动了。它的位置就在取景器的右边。圆形的指针是光圈指针，它会跟着我们的光圈值上下移动。它横线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测光指针哦，它会跟着我们的快门值跟光线进行移动。圆形指针跟这个直线的指针相叠合的时候，就表示获得了标准曝光。那 F1 的测光表是有测光范围限制的。那记得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切换到 Off 的位置。这边我们来介绍 F1 的景深预览，在这个地方可以操作景深预览，压下去呢，缩光圈，放下就会打开。即时缩光圈主要是支援以前的 FL 镜头，所以它必须使用这个即时缩光圈的方式来测光。我们先压下这个，让光圈缩起来，再把下面这个小拨杆拨到 L 的位置，就表示锁定住我们缩光圈的操作感。我们的光圈就会跟着我们的光圈环同步联动，达到即时缩放光圈的效果。它的测光显示就更加简化，依照这个测光基准点，如果它指针在上，表示过曝；那如果指针在下呢，表示欠曝。要解除这个模式，就是拨动我们下方的锁定拨杆。尽管 FD 镜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测光啊，当然还是最大光圈测光是比较方便的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F1 的自拍计时器的操作方式，直接将这个拨杆逆时针旋转到6点钟方向，就跟许多相机的自拍计时器的操作方法一样。那按下快门，它就会开始倒数计时，然后激发快门。Canon F1 呢，也具备这个反光镜升起的功能。我们将一样这个拨杆呢，顺时针方向压过去，然后呢，把它切换到 M 的这个档位，这个 M 就是反光镜升起的意思，这样就达到反光镜升起的效果。我们再示范一次哦，把它拨到 M 的位置，反光镜升起。那么反光镜升起呢，其实有2个限制啊，我们的取景器将无法使用，再来就是我们2000分之1秒也不能使用，这个是 Canon F1 反光镜升起所带来的限制。接下来我们进行 F1 的退片。首先，我们先压下机底的这个退片钮，然后呢，立起我们的退片杆，依照上面指示的箭头方向呢，来转动我们的底片。如果要留片头的话呢，转动的阻力消失之后呢，就可以马上打开我们的片舱盖。那如果说不留片头的呢，我们就转到底，让我们的底片可以安全的收进底片罐里面。那我这次要进行的是留片头，所以呢，当阻力消失之后呢，我就将我们的片舱盖给打开来。OK， 非常好，我们的底片呢，片头留在外面。接下来我们就小心翼翼的取出我们的底片罐。其实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Canon F1 和Nikon F2，虽然它们功能呢
参数呢就是最基本的，但是呢，它整个是纯机械的，而且做工非常的扎实又坚固。就从一个机械工艺品的角度来看呢，这2台呢都是非常棒的宝贝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大家玩相机拍照愉快哦。